风里，四季安的那雪白的那只，收拾着你的独特气息，追逐那爱情。我想占领你的世界，所有思念围绕在你的身边。你是我绝对那么多年，从未改变。爱不反顾的守护着对你承诺的那快乐，不怕再多曲折，毫无保留爱到底的人，我的爱不反顾的拥抱着前进不换的才值得，用尽全力去爱，我能给你幸福最深刻过 baby， 我属于你了，时时刻刻那么深爱着。爱不反顾的守着对你承诺的那快乐，不怕再多曲折，毫无保留爱到底的人，我的，你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我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呢是想靠自己的努力去赚钱，然后买戒指送给你。你看啊，我现在都没有父母可以为我准备嫁妆，而我成天又赖在白府里，吃你的、喝你的、用你的，连婚戒都要你给我买啊，总觉得不好意思。所以呢，我是想要好好的努力为你赚钱，然后呢，得到我人生的第一笔工资，再献给我的丈夫，我的婚姻。还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如果被外面的人知道白家夫人去外面工作的话，会被人看笑话的，不可以。那要是我保证不会被任何人认出来是我，可不可以啊？怎么样？我们三个帅吧？帅的我都不知道该爱谁了。这就可以了吧？不可以。啊，贴胡子。哎，老板，我会做豆浆、油条、包饺子，还会做粢饭团，怎么样？兄弟，你太瘦了。瘦？瘦跟我做这些有什么关系啊？快走开，别想做生意。卖栀子花喽！哎，小姐，要不要买栀子花呀？多少钱一束啊？3角钱一束。来来，很香的，很香的，香的不得了。来，拿着。法兰西香水，1角1瓶，过来看看啊！1角1瓶啊！来，你看看啊。好，这一瓶是吧？好，哎，一个一个来啊，别着急。香水怎么可能比栀子花还便宜嘛？来。我的脸！你怎么？哎呀，你怎么搞的这么不小心呢？你出去！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搁上我客人的脸，
你要赔偿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死我了！对不起。哎呀，哎，让一让，接光了。看看啊，看看，便宜喽。这细节点的还可以呀。工作内容：伸张正义、个性、好打抱不平，薪资内洽。这不就说的是我吗？请问有人在吗？好冷清的报社啊，快倒闭了吧？请问有人在吗？谁呀？你找谁呀？啊，你好，我在楼下看到招人启事。我想告诉你，老板，我真的挺爱讲真话的，而且我非常喜欢伸张正义。好。哎，把姓名还有这个地址写下来啊，写完之后有需要的会叫你啊。哦。姓名。你干嘛不围住我？小点声，讨厌。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因为我要你一辈子都崇拜我，依赖我。可是你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连工作都找不到。你不是说我以前是街头卖艺的吗？那我会些什么呀？洋戏法。这么厉害？如果很厉害的话，你就不会住在棚户区了吧？啊？你明明之前说过我观众很多的。是有很多观众，但是都不给钱的。逗你的，啊？教你一件事情，保证你一学马上就会。什么？开始了啊！预备，来。
我怎么感觉以前好像有人带我这么跳过舞啊？是不是你啊？夫人，收到报社送到博物院路给您的信了。互报，我被录取了！哇，恭喜夫人啊！让我看看。要不要这么开心啊？啊？当然了，石官先生。石官？石头的石，旭官的官。那请问你是什么身份背景呢？啊？我叫石官，我家是住在博物院路上石库门的普通人家。我当然不会让人家知道我白家夫人的身份啊，不会给二爷和白家带来困扰的。这报社可能真的很缺人，竟然会录取你。哎，这件好，不是说整条街都不能录取夫人吗？二爷舍不得夫人沮丧，才准让互报录取的。这个，中华快点，帮我打扮。二爷，二爷，好感谢我的老板这么有眼光，录取我。是啊，都安排好了，早餐店、香水店，还有那个理发店，我都给回钱了。都感谢他们配合不录取夫人。好，那家互报的报社也都已经知会过了，给了一笔钱之后，就什么都妥帖了。对方只知道是大户人家的未婚妻，想在婚前赚些嫁妆，不会拆穿夫人女扮男装的事。哎呀，蒋欣玩得开心就好啊。谢老板，你说这家报社里面，加上你我就只有3个员工。我就是不是这个3个月前啊，我父亲过世了，这个报社才到我手里啊。然后呢，我喜欢小赌怡情，所以呀，现在其他的报社员工呢？原来啊，我们这1个月以前啊有5个员工，再上个月有10个，再上个月这里都是坐满的。现在呢？现在他们都回家各忙各的了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付不起薪资啊！啊？但你放心，我们这几个月以前呢，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主编，我对他是非常的有信心，他对我也是非常有信心呐。这个主编呐，从小留洋，这一回到上海就到我们报社来工作。他上一期写了一篇文章，报道叶家首富逝世，写得好啊！他还拍到了一张照片。还拍到了叶家不常露面的少夫人梨花带泪的样子，让我们互报啊，上周销量大增啊！所以我们现在有钱了，打算给他请个助理。你的意思是说他参加过叶老爷的葬礼？你终于来了。文心主编呐，你的男助理终于来了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本周刊王牌主编，文心主笔。文心，这是你的新助理石官。你好，我叫石官，我是住在那个博物院路的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你慢慢适应就好了。哦。你好，我是你新来的助手，我叫石官。听好了，工作守则第1条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在我面前说一句话。啊？一句都不准。是。自己去找事做，别愣在那儿。
还有，不许碰我的画。好香啊！温馨主笔，你既然不让我讲话，我就唱歌。Shut up！ 啊？我说闭嘴。喂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讲话？你这样很没礼貌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就是受不了一个大男人说话怪腔怪调，像个娘们似的。我从小家里穷苦，我娘有17个女儿，好不容易盼到我这么一个儿子，还体弱多病，所以我从小吃东西就抢不过那17个姐姐，所以我娘索性就把我送到戏班子里面去锻炼锻炼。然后我从小就开始学着吊嗓子，吊着吊着我就……好，我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我娘到底生了几个？17个。错，18个，包括我在内。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唱戏的唱歌唱这么难听的。所以我才来当记者嘛。你真的很差劲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根本就是歧视嘛！歧视我们声音像女人的男人，声音像女人又怎么样？爱上你了吗？我们还是铁铮铮的汉子，你身为男人。我叫石官。不是想跟我学东西吗？先看报纸。那我要从哪里开始看啊？头版头条。原来报道叶老爷葬礼的记者就是他。哦，希望他不要认出我白家夫人的身份。今天把公司的旧报纸看一下，明白公司在做些什么。明天再教你摄影。所以说，那个文心主笔不知道你在葬礼上见过他。对啊，当然不知道啊。我一知道他是那个记者的时候，吓都吓死了。难怪我在报社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好面熟啊。就像你们社长说的，那个主笔留洋在外，刚回到上海，不熟悉白家的事情，肯定认不出你来了。不过说的也是，还是小心一点为好。哎，你看啊，他好敢写啊！他竟然批评叶欣在葬礼上的种种不适。你看，戒指是圆的，所以没有终点，代表永恒。怎么了？这人为什么总是在尾巴上都写这句话呀？那些所谓的才子不都是阴阳怪气的吗？哎，你跟我们社长说的一模一样哎。看来你对你的新工作还挺喜欢的，回来就一直说一直说。会不会哪天就说不当白家夫人，要当一辈子报社记者？哎呀，别胡说八道了，我谁都不喜欢，就是喜欢你。而且啊，我只想当好白家夫人，可以了吧？哎，你都不知道啊，那个文心主笔可坏了，对我可不好了，总是挑我的不是。哎呀，要是他有你一半的好就好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是真的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的。所以，可不可以恳请二爷，帮帮我们这个快要倒闭的小报社，
不要让我的这份新工作只是昙花一现了。当然不行。我的新娘子已经为了工作把我的婚礼都停办了，我恨不得她马上就倒闭，还去帮忙。记住了，1个月之后，啊，你领完薪酬马上就回到家里，就1个月，没得商量。真的没得商量？没得商量。那我不理你了。去哪儿啊？我去跟猴子玩，都比跟你这个醋坛子在一起要快活。喂。哎呀，谭队长。哎呀，叫什么队长啊？嗨，我已经被扫地出门了，现在啊就是个扫大街的。来，我这不是叫习惯了吗？哎，我让你帮我打听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啊，我差点给忘了。是这样，天津的巡捕房说，叶家千金小时候走失，大约半年多前才找到，回到叶家是认祖归宗。半年多了，我听说他在半年多前上海去天津的火车上，火车半路脱轨落海，但是他的命很大，平安无事给救下来了。他坐的是不是列车175号？对啊。还有其他事情吗？想到了，前几天叶家的秘书来巡捕房，问当铺老板的命案有没有抓到凶手。这当铺老板的死跟叶家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关系可大了。哎，当初啊，就是那个孙女去当这个铜钱项链，多亏人家当铺老板认出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可是叶家的传家之宝，叶家才能找到失踪的千金。铜钱项链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当的铜钱项链吗？大约是上车前1个月。那个时候，杜小涵还在监狱里，怎么可能去当项链？看来他不知又耍了什么阴险手段，当上了冒牌千金。哎，唐队长，你怎么会对叶家千金的事儿这么好奇？没什么，我只是觉得她长得很像我一个朋友。来，哎呦，唐队长，不是弟弟要泼你冷水啊！就算他真的是，他是你老朋友，可人家现在是身份高贵，哎，眼睛应该长在头顶上，可能不会认你了。别人我不敢说，但是我敢保证，他见了我，肯定感动得想哭。哎，探长，那我先回去了啊！啊，哎，我这都准备好了，你，喂，我还有事儿啊！哎，你，改天请你喝酒啊！好。杜小涵，都是你把老子害得如今这么落魄。你放心，我会新账旧账跟你一块儿算。你等着。小姐好。兰花要拿到哪儿去啊？这盆兰花，我想把它放在少夫人的房间里。是妈妈安排的？不是，老爷生前很喜欢兰花，我想，他想把这些兰花多留几盆，然后放到亲人的房间里，会有人惦记着他。所以，这是你自作主张。王秘书，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小姐，不就是一盆兰花吗？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吧？所以小到只是一盆兰花、一幅画，也有人阳奉阴违，到妈妈那里去告状。小姐，
我在叶家已经快20年了，啊，为老爷保留他生前喜欢的物品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而你身为叶家的孙女，竟做一些不忠不孝的事情，你对得起死去的老爷吗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只是一个下人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？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可以让你滚！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进去，先生，先生，你不能进，先生。说得好，叶大小姐。小姐，他说他是你以前的老朋友，硬要闯进来，我拦都拦不住。谁说他是我朋友？你们太过分了！你们怎么可以让一个不认识的人随便进到叶家来？让他滚！对不起，先生，请先生离开。当上了千金小姐，就不认得我了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真是你们家小姐的老相好。老乡，好朋友。关于你们家小姐以前流落在民间的很多事情，没有人比我更清楚。哎，你们想不想听一听，我跟你们家小姐在监狱里是怎么认识的？或许她就能想起来我是谁了。行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认得他。你们先下去吧。这个事情不许跟妈妈说。小姐，我可以叫警察的。我说下去。跟我来。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怎么这么冷漠呀？这么久不见了，你就不想和我温存温存，度小寒？我可是想你想得紧呐！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不是杜小寒了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想来看一看，当年那个人见人打的过街老鼠，是怎么瞒天过海，飞上枝头变凤凰的。哎呀，叶家真有钱呐！啊，不愧是天津首富。哎，你是如何骗取叶家的信任，混进来当千金的？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本来就是叶家流落在外的女儿。别人我不知道，你杜小寒祖宗8代在上海棚户区里混。你说你是叶家流落在外的千金，骗谁呢？啊？那个铜钱项链呢？什么铜钱项链？别装蒜了，叶家认亲的铜钱项链。你在牢里的时候，我搜过你的身，什么都没发现。那铜钱项链是哪儿来的？我调查过，当这个铜钱项链出现在当铺的时候，你还在牢里呢，根本不可能出来当项链，所以那根项链根本不可能是你的。说吧，你是如何偷到那项链，
又是如何改名叫蒋欣，来冒充千金的？嗯？还是让我去巡捕房来找到当年的接生婆，来证明你就是出生在棚户去了。承认了吧？你根本就是假千金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？你不就是为了钱才来找我麻烦的吗？早这样，大家都省事儿，多好！哎呀，叶家的家产我要1半。你疯了吗？你捅了我一刀，逃狱了，害得我丢了官。这1半的家产，就当我下半辈子的抚慰金了，不过分吧？再说，这家产又不是你的，你何必心疼呢？我可以拿一些钱给你，但是叶家1半的家产，我根本拿不出来。哦，外面可不是这么传的。杜小寒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敢骗我，信不信我马上揭穿你的身份？你说，你手上握着我这么大的把柄，我怎么敢骗你呢？外面那些真的都是谣传。你想，我上面还有一个妈妈呢。其实我在叶家根本没有实权，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财产。那就杀了他，继承所有财产。那么惊讶干什么？那姓叶的老头生前曾经派人去找了当铺老板，肯定是对去当铜钱的人产生了怀疑，想要确认。可是过了不久，却在自己的家里死于非命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是你干的。现在只不过是再干一次。不是说不行，是时间不行。这个时间点太敏感了，别人会怀疑的。好，那我就想办法弄点慢性毒药给你，快则1个月，慢则3个月，他一定会死的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到时候你我就可以躺在金山银山里，一起快活。我知道，你一会儿先走吧，要是待的时间太长，下人们会起疑的。我可不走，我要让你把我弄进叶家，给我安排个什么职务，我要。时光是遍地的苍凉，爱未央，寻觅地久天长。
将心比心的伤，是地中孤傲的白狼，让天星光融心底的残霜，融不进口是心扉的慌。逆着风闯荡，生死茫茫，任你喊荡几回肠。桃花开，逃不开，逃进无常变幻，成全我粉身碎骨，再推我离开。桃花谢坠跌，任无情承耐，染红你衣衫的纯白。解不开桃花劫，洗尽两端，念思念沾成眼泪的纠缠。解不开轮回，爱恨的胸怀，让煎熬之泪已存在。剪不断桃花劫藏的勇敢，越挣扎，黯然身上越盛开。剪不断我在手心的未来，用一切交